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10月1号，星期四。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3814人，确诊人数是248227人，死亡率是9.59%。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3144人，确诊人数是463395人，死亡率是7.15%。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216173人。确诊人数是7366176人，死亡率是2.86%，非常低。恐惧指数是26.37，也不错。那么石油呢，还是39美元一桶，黄金是1892美元一盎司。小麦、大豆还有糙米的价格非常平稳。那么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呢，还是在高位盘整。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6块8毛3兑1美元。美国的总统选举首场辩论结束了。我们看到了三个老头73岁的主持人小华莱士，74岁的川普，77岁的拜登，一开始就陷入了混战。主持人说规则他提出的问题呢，每个人回答问题是2分钟再互相辩论。但是从一开始呢，川普就不遵守规则，他不断的插话打断别人，主持人警告也没办法。结果最后呢，川普总共说了有39分钟，反而拜登则讲了44分钟。那么感觉上好像是川普讲的多了一点，因为他老是在插话，打断拜登的谈话。川普一共打断拜登和主持人呢，达到了73次，这是事后统计的结果。主持人一共问了大法官提名、新型冠状病毒、交税、经济、种族暴力还有选举诚信等6个问题。90多分钟里，多数问题都是在纠缠、相互攻击。拜登的身体看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此前呢，确实有他穿这个骑马还有这个驾驶越野车的情况，川普比他小了几岁，但是也出现过手哆嗦和颤颤巍巍走路的情况。当然了，不知有意无意的话，他选择在克利夫兰大学的这个中心医院附近，是不是有这些准备？川普的反应呢比较快，而拜登的风度呢比较好。但现在是比谁坏的年代，谁更这个占上风呢？对于吃瓜观众来说呢，实际上就是越热闹越好看。大量的研究表明对于喜欢谁、讨厌谁，大多数人在投票前呢就已经有了印象，看辩论呢只是加深巩固这个印象。这种表演性相互攻击的这个媒体事件一般是没有人在乎辩论的内容，更关注的是辩论的形式、双方的语言风度，或者看谁更有趣儿、更机智、更好玩，或者更流氓。这是一场最混乱的总统大选辩论，不仅看到2位辩论人之间的冲突，也有川普和主持人之间的冲突。辩论一结束，川普就认为是1比2，三个老头他要和另外2个老头打，不公平。与此同时，推特上是热传着这个下面的帖子叫做川普是高喊着爱国口号上台，说他天天爱国教育谋求连任，10几年的纳税为零的爱国贼，唯一拒绝公布税单的民选政务官，作弊逃兵役的3军统帅，花钱找人替考的常春藤毕业生，常年亏损多次倒闭的成功商人，欠一屁股债的超级富豪，背负几十起性侵指控的传统价值观捍卫者，从不去教堂的基督徒，让美国再次伟大却凝聚了中国民心的川建国。作为吃瓜观众我们看着除了头疼以外，其他还可以。当然我们现在静候第2场辩论。虽然有截屏发现拜登有作弊的嫌疑，他手腕上出现了电线，还出现了麦克。随着假期购物季的逼近， CDC 将这个传统上大家在拥挤的商店内购物的行为列为高风险。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指导方针，劝阻美国人在感恩节之前、当天或者之后挤进商场或者排队等候。他将这种行为呢加入了一系列可能导致新冠病毒传播的可能中。在黑色星期五或者以后的日子里，在网上购物而不一定要飞往商场购物，它的风险会更低。CDC 也不鼓励可能在新冠大流行中成为公共卫生威胁的其他一般假期购物季行为，其中包括警告不要参加火鸡全家同乐赛跑或者其他的聚众竞赛，参加集体游行
或者是和大家或者和朋友聚会进行大型的室内活动。相对上 CDC 鼓励人们进行一些季节性的中低参与度的活动，比如说与附近的居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小型的户外晚餐，参观南瓜园或者苹果园，只要预先准备好足够的口罩和洗手液，这类活动的风险呢就属于中等。CDC 建议风险较低的活动包括只与家人和朋友一起举行小型的假日晚宴，或者与大家庭和朋友进行在线晚宴，或者是食谱交换。入侵隐私是大数据的基因性格。当人们包括中国和美国在享受大数据服务所带来的便利的时候呢，必须思考如何应对它幕后的掌控者，以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免受剥夺。日复一日，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被告知放弃一点隐私完全值了，换来的是领先国际的科学管理和高技术创新。那么更何况人不干坏事心不惊，干嘛害怕和大数据为伴呢？那么如此看来倒是那些执着于隐私意识的人呢心虚。道理竟然可以这样讲，人的尊严和自由得让位于所谓的科学管理、创新和市场。原来新兴的电商资本有一种贪欲，依靠实时实地收集用户的隐私信息，由此全面掌握并准确预测消费者的行为，用于营销开发各种产品。只不过呢，未经许可攫取用户的隐私，至少依照现行的法律是违法的。所以他就需要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借用一些时髦的话语，然后才能否定并最终让人们忘却隐私信息的初始产权属于谁。听说过消费者剩余价值吗？就是商品成交的时候消费者能够或者潜意识中愿意支付的最高价和实际支付价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商家的利润就越高。比如客人愿意花20元买一样商品，那么定价15元，便留下了5元消费者剩余价值。不用说，消费者要的恰好相反，希望物美价廉。所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信息就是决定这种拉锯战胜负的关键，也称博弈。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或者价格承受力，依他的生活需求、财力、心情、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或者波动。那么弄清楚这些因素同商品定价、市场营销策略等的复杂关系，就能获取消费者剩余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价格歧视。那么作为这个导向的动态定价系统呢，它的基本策略就是同一个商品以随时变动的不同价格出售给不同的买家。着眼点不在商品的质量或成本，而是随时发现并引导控制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和支付意愿。所谓的价格歧视大致有3个类别。大数据之前呢，因为没有工具来大规模的获取个人消费行为的真实数据，商家只能通过划分消费者群体，对特定群体的一般或者平均需求或者支付意愿做一个估计。因此他们实施的是第2级、第3级的价格歧视。前者就按照数量定价，类似于近年流行的团购，购买量越大，单位价越低。后者就是分群体定价，比如公园的门票分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2个价钱。这种简单的价格歧视随处可见，但是吸金能力有限，因为定价基本是属于大略估算的平均值，而不是每一个消费者不断变化着的需求和支付意愿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后者才是商家真正心仪的东西，就是第1级的价格歧视。大数据让电商看到了曙光。那么进行追踪、记录信息、描写并预测行为模式的能力呢，正是第1级价格歧视所必须的。那么人们照常用电脑、玩手机、交朋友、过日子，隐私却高速海量地流入了电商的数据库，无限期地保存起来，不管是收入、职业、行踪、心理、人际关系，还是消费需求、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没一件落下的。那么商家呢，他得用算法处理数据，抛弃用户的隐私，发现他的行为模式，预测他的购买意向。每一次欲望和感情的波动呢，也是他的预测之一。TikTok
就是其中的执牛耳者。所以商家比消费者自己还更了解消费者，他可以把数据分析的结果呢付诸使用，比如瞄准式的广告的推送。而消费者呢，对于广告的每一次反应，都生成对特定商品的行为数据，而这些都是大数据的素材，用于激活智能算法自我学习、自我调节的功能。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完善，大数据做出的预测就越来越精确，第一级的价格歧视的条件也就成熟了。研究表明啊，由瞄准式广告推出的商品，它的平均价格一般比传统广告要高。更让商家激动的是啊，用互联网浏览行为数据甄别人群，实施第一级定价歧视非常有效。被瞄准的消费者呢，可以接受高出他人1倍的定价，而商家获得高达全部消费者剩余价值的42%。说到利润啊，商家的喜好啊，往往就是消费者的担忧，没办法双赢。举个例子啊，按照这个 UBI 啊，使用保险是一种大数据的汽车保险，他们迅速正在占领啊多国的市场。这个 UBI 啊，不同于传统汽车险的一个特点啊，第一次把个人的驾驶行为的真实因果数据引入了风险评估模型，根据此来量身定价，设置参保人的保险费和保单的理赔。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它在车上安装一个实时探测的装置啊，联网追踪驾驶行为、车况、路况和周边的环境，上传到了保险商的数据库。这个装置的数据啊，它的采集功能极强，除了时间、地点、公里数，连刹车的次数和用力的强度、急转弯的次数和弧度，是不是正在听收音机、音量的强度，是不是接打电话、声调的情绪如何，都一一记录。当然常规的这种类聚型的这个变量也照样使用，比如年龄啊、性别啊、婚姻状态啊、居住地啊、职业啊、受教育程度啊、健康状况啊、信用得分等等，再加上环境变量，比如区域天气、治安、路段事故发生频率等等。如此而来，这个 UBI 的风险评估模型所用的变量参数，从传统的几十个、上百个，一下子飙升到了100多万个。那么有了这样的精密的大数据分析，保险商就可以识别并预测各种差异细微的风险。风险评估啊，不再是类型化的平均值估算，而是十分接近参保人的真实风险，使得第一级定价歧视呢能够实施了。UBI 啊，它在美国上市不久，个人风险评估预测的准确度啊，比大数据之前提高了整整3倍。就可以预见，随着个人驾驶行为数据的迅速积累，智能算法的自学和调节，风险评估模型将进一步趋于真实因果，从而大大降低了保险商的理赔风险，它的利润的增长也就可想而知了。参保人在失去了隐私，被一刻不停的追踪记录之后，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参保人被评估为低风险，它的险费很可能会下降，但只要上路就会有风险，而 UBI 保险商掌握了参保人的所有风险信息，包括了隐私，很容易在保单上做文章，瞄准风险设定条款，将随机风险和遗留风险尽可能的放在了参保人身上，压缩参保人的实际受保护即理赔的范围。那么如果参保人被锁定为高风险，情形就不妙了。既然有真实因果数据的记录和预测，保险商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保险费和保单设定在与风险相匹配的水平上。结果就是保险费上涨，直逼事故发生后损害赔偿的实际费用，或者罗列排除条款，严格限制理赔条件和范围。这样车险在事实上失去了风险集体分担的基本功能，成了损害赔偿的这各种费用的事后的发放。那么多数高风险的驾驶人将不得不离开车险的市场。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如此，大数据的保险对于消费者整体和全社会还是有好处的，因为知道了哪些人有高风险还有不安全的行为的细节，保险商就能有的放矢的提出建议，敦促他们改正，这样总体风险就下降了，道路也就更安全了。
这的确是美好的憧憬，不幸的是，保险商恐怕不会对此感兴趣。帮助高风险人士改正驾驶习惯成本太高了，保险商还得披露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操作细节，承担遭到调查和打官司的风险。何况还有一种简单诱人的市场策略可以供选择，以低级价格歧视，用高额险费和排除条款将高风险人士驱除出本公司的服务范围。保险商从来就不喜欢高风险的人士，总是想方设法甄别他们，剔除他们。只是过去不容易办到，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技术，瞄准了歧视就只是举手之劳。而高风险人士一旦受市场排斥，无力购买保险，不能合法驾驶，生活工作都大受影响，反弹就是必然的，他们很可能豁出去非法上路。2010年的美国有 12.6% 的驾驶人呢是没有车险的，给道路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所以 UBI 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兑现保险商宣传允诺的众多好处，无论对参保人还是对于社会大众。所以美国的州保险专员联席会议的2015年 UBI 研究报告直言不讳，从消费者和公共政策角度看， UBI 走的是一条歧路，是市场的失败。报告提醒我们这个大数据是工具，效用取决于掌控者。我们不能只期待大数据的好处，而忘记了掌控它的电商同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有冲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而我们的隐私就成了他们榨取利润的利器，而经常损害我们的利益，在综合表现上面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随着用户的隐私它流入了商品交易平台，那么大数据的急剧扩大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网络时代呢，日常消费不再是简单的货币商品交换，买方不仅要支付货币，还得要交出隐私才能成交。无论是自愿与否，结果电商可以实时追踪用户的行为，攫取隐私，对消费者了如指掌。而后者面对铺天盖地的瞄准式广告，接受的只是为他们定制的诱惑性的信息，同时他又被眼花缭乱的创新手段来挟持，不得不配合商家的追踪，否则就会遭到互联网屏蔽，被市场抛弃而难以正常生活。更有甚者用户还无法得知自己的哪些隐私被交易平台掌握，被谁利用，会有什么结果。常有媒体专家提醒消费者多加小心，慎防网上暴露身份隐私，必要时可以考虑匿名，用不同的方式上网，做假动作迷惑数据收集者。市场对大多数人来说越来越神秘，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手，对于少数人来说却是用隐私大数据编织的一张大网，捕捉的不是别的，就是消费者的剩余价值。其次，大数据的红利分配呢，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照理说，用户交出了隐私，往往是被迫或者不知情的，电商才有了大数据的食粮和巨大的收益。可是用户得到了什么呢？是无数的商业兼公关的广告，加上专家学者的鼓吹与不断重复的一个许诺。隐私数据换来了高大上的商品和服务，投入市场，造福于消费者。然而，这个诺言在法律看来并没有约束力，因此许诺者不必受任何监督，也不用承担任何义务。即使利用隐私信息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赢了红利，也不会和消费者分享。甚至可以拿用户隐私做损害用户利益的事，也无需承担法律后果。比如说，商家在大数据交易中他买卖你的隐私数据，挣了大钱，但拥有数据初始产权的消费者却一无所得。又如电商来盘剥消费者的剩余价值，消费者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经济手段，大数据的控制者成了红利的绝对占有者，而可怜的消费者就必须承受双重的侵害，交出隐私不算，钱袋子还被掏空了。第三，生活必需品因为消费多，特别容易受到大数据市场营销策略的攻击，是消费者的软肋。大数据推动新的市场伦理规范，要求大家接受低级价格歧视演绎的原则和实践，视商家利润最大化为理所当然，生活必需品就难逃厄运了。所以消费者个体的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支付意愿刚性，
大数据算法可以便利准确地用隐形数据分析预测出来，恰好是第一级价格歧视的理想靶子。这不是预言，而是现实的。比如 B&B 的租金的算法，医疗保险业更是首当其冲，药品的价格是乱象丛生。这某种抑制癌症呕吐的药在美国用保险购买30天剂量是900美元，而不用保险只需要45美元。这种定价呢，就是大数据的功劳了。医药资本吃透了医保系统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就是针对新出炉的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做法。所以当医药业、保险业同大数据联手，利用 DNA 等高度隐私的信息，又能轻而易举地锁定有潜在高风险的患者，或者以价格歧视手段把他们逐出市场，或者疯狂的提价，榨取患者、消费者的剩余价值。第四，隐私信息的滥用就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会促成了垄断。自从有了大数据，囤积消费者隐私和高端算法处理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一切产品设计、定价、营销都要依靠真实因果或者实时追踪消费者行为数据的优化，所以投资者也期待着企业拥有这些条件。而有效的数据和算法，只有通过长时间大规模的营运才能获得。后来者呢，就很难加入竞争，弱小的竞争者很容易被击垮或者吞并。比如车险先行的大保险商已经甄别留住了低风险高利润的客户，剩下的在市场里寻找车险的，多数就是高风险的驾驶人，基本上没有利润潜力，甚至是赔本的买卖。UBI 的迅速发展就是这个市场垄断趋势的一个注脚。消费者交出了隐私，得到的却是永远瞄准着自己的商品定价，而公众的消费被大数据定价和营销手段给割裂了，碎片化的个体消费者的市场谈判力极低，所以才会有这种恶劣的涨价。比如美国的 Turney 的这个制药公司给艾滋病的非专利药叫做 Daraprim 的重新定价，猛涨了55倍，从13.5美元升到了750美元一片。它钻的就是这个药的毒性大、处方要严格控制的空子。通过大数据呢，限制配药，使潜在的竞争者拿不到这个药来测定成分和药性。而新药的研发必须向 FDA 证明新药的同等药性，否则不会获批。就这样消灭了竞争而形成了垄断。对于失去了隐私的患者，疯狂提价就成了宿命。尽管 Turing 公司后来迫于舆论压力答应降低涨幅，但它居然能够宣布涨价55倍，而公众没有任何法律手段来限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第五呢，大数据之下我们知道个人的隐私和信用评估被少数公司垄断了，公众所能选择的获得的服务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那么入侵隐私是大数据的基因的性格。那么人们是需要大数据，但只要使用它的性格就发作了。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那么受侵害的就是广大消费者，那么遭到破坏的就是平等、公正、互相关爱的社会基本准则。对于这类搅局型的新技术当下的人包括中国和美国唯一的对策就是严格的民主的监督，就像是对核能和一些化工产品的安全监督一样，大数据不应例外。当然大数据我们知道是很特殊看上去是无邪无害，不仅有用还很神奇，但它入侵了隐私是无声息的、非暴力的，它还用海量的数据为自己营造了貌似客观、科学、公正的形象。大数据的目标是非常强的，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为了掌控者谋取了暴利，因而受到了强势资本集团的推崇和保护。所以当下的消费者真正要应对的不光是大数据的技术，而是躲在幕后的掌控者，这就需要公开的研究和辩论来加强监督。当然要加强立法和对于这个数据的享有这隐私数据的初始财产权要进行一个声称和宣布，同时要揭示谁是幕后的掌控者。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